出身出狱国庄内藩的清河八郎。有人认为他是天才，也有人认为他是疯子。他曾通过严格的考核，进入幕府中央直属的类似于中央党校的昌平版学问所。这里不仅是幕臣子弟进阶中央高级干部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外藩政治精英身份的国家认证途径。然而清河八郎这位本该又红又专、幕府培养的高级人才，却是尊皇攘夷的狂热分子。特别是在1860年幕府大佬锦衣之弊被当街斩首的应田门外之变中，清河八郎看穿了江户幕府外强中干的本质，于是集结了山冈铁州等志同道合的狂热分子，秘密成立了虎尾之会，意为敢踩虎尾不怕被咬之人，大胆且疯狂的计划袭击横滨等外国人居留地，来激怒列强，迫使幕府卷入无法收拾的对外战争，倒幕势力便可趁势而起。然而这场疯魔了般的阴谋在执行前夕却走漏风声，清河八郎斩杀了跟踪自己的幕府密探，沦为了政府的红通犯。但在流亡中，他也明白要彻底推翻幕府，自己必须先要拥有一支具备规模的武装部队。然而他想到了合法且高效的方法，便是让幕府亲自来组建这支军队。1862年，岛津久光在天皇的支持下领兵进入江户，强行推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。雄藩改革派掌握中央决策，普代建制派被迫让权。但是作为政治回报，德川幕府将军必须要上洛向天皇俯首，承诺实行攘夷国策。可改革派担心攘夷浪人会趁机袭击幕府将军，清河八郎敏锐捕捉到了掌权派的焦虑，竟大胆潜回江户，通过山冈铁州向改革派高层献上急务3策。他建议幕府大赦政治犯，来展示攘夷诚意，再让幕府出资将江户的攘夷浪人招募起来，组成一支护卫部队来负责将军上洛的安全，用浪人来制衡浪人。担任幕府正式总裁的松平春月被成功说服，同意幕府出钱组建浪人组，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新选组的秦泽鸭、近藤勇、土方岁三等人。只是松平春月万万没想到，当浪人组浩浩荡荡地抵达京都，清河八郎在驻地新德寺就撕下了伪装。他慷慨激昂地宣称，我等的目的并非为了守卫幕府，而是为了成为朝廷的尖兵，执行攘夷。清河八郎显然过于英雄理想主义，也高估了自己振臂一呼的号召力。有人觉得这是欺骗，有的人认为这是大义。反对者继续留在了京都，催生了后来名震天下的新选组。追随者们则返回江户，计划发动武装起义。然而清河八郎却在起义前夕死在了幕府派出的刺客刀下，其追随者被庄内藩直接接管，反而最后成为对抗倒幕的重要力量。